好，今天呢，我收到了一箱多肉植物。我想呢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新邮寄来的这个多肉植物需要怎么处理。因为有的时候多肉植物，你住在北方，你可能是从南方邮寄过来的，那也有可能你住在南方，它是从北方邮寄过来的，它的温度、湿度都不太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们怎么处理呢？我们今天先开始看看啊。这个包装的还挺好，看看里边怎么样。哇，看，像一个个小鸡蛋。来，我们现在把它打开，看一看我们买的肉。这个它放这个纸啊，也是为了防潮。看看拆开彩蛋有没有惊喜。看，好，我们接着拆，看看还有什么啊？状态还都不错哦，看。这个拆肉的过程也是很享受的，很期待买的肉到底是什么样。都是月影类的。现在月影类很多杂，有的时候呢，把它译成中文的名字，有的时候呢，其实没有名字，就叫月影杂、冬云杂，状态还都不错。这儿还有一个小群生的，差不多。还有最后一颗小肉，拆开有惊喜，很漂亮。好，这些是这回邮寄来的肉。那现在就说一下这个邮寄这个肉到了之后呢，我们要怎么处理它？像比如这个，在邮寄的过程中呢，断了，看，这断了。那自然断了没关系，就把它，我们在其他期里有说过，把它晾在一边，晾个2-3天可以重新种。看这种的呢，就摘干叶子，像这边干叶子，检查一下，有的这个邮寄过来的大棚里啊，它可能会有介壳虫，或者是其他的虫，所以呢，你在摘干叶子的过程中呢，检查一下，看看是不是有虫。还有呢，除了摘干叶子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根系修一修。我基本上呢会把这个干了的，就是非常细的这种，根本就不会进吸水的这种，都会给它剪掉。拿小剪子了。
像这样的须根可以剪一剪，把这个老的根儿剪了它，然后它在新的盆里边呢，不会影响新根的生长。好，其实呢，如果你要是就是北方邮寄过来的人，我们就在北方，那你可以直接种进去也没有关系。但是呢，如果要是有温差，湿度都不一样呢，你也可以放个1天2天再种。还有一个有像这种，这就是化水了。在邮寄的过程中，可能是南方的天气比较热、比较水，或者是在这个箱子里的时间太长了，所以就有化水的现象。这种的是一定要拿下来的，因为如果你要不把它拿下来的话，旁边的这些叶子它都会化水的。这样，梳理一下根系，检查一下有没有介壳虫，有没有各种虫害。然后把这个干了的、细的这种不吸水的根儿剪一剪。OK， 这就修好的。这个干叶子看一看，这批来的肉肉状态都很好，所以选择一个负责任的大棚也很重要啊。这个脱土脱的也很干净，脱土脱的干净呢，在运输的过程中它就不会徒长。修剪过程中掉下来的叶子都不要扔，可以叶敷。还有掉下来，万一要是有小头掉下来的也不要扔，都是晾个1、2天就可以再接着种了。这个干叶子，这个之所以要把干叶子清理掉，是因为这里边容易藏细菌、藏虫卵，所以要把它给摘下来，也是为了美观。这是一个细致活，尽量不要碰到，尤其像这种，尽量不要碰到它。这个叶片很小。这底下还有很多小头，这是一个小群。上面的头，看底下这还有长出了小头。清的不是特别干净也没关系，不要碰到它。这种干叶子呢，还要是剩几个，最后也会自然脱落的，在浮盆的过程中，因为这个买回来这个肉肉呢，大概有7天到10天左右浮盆期。把这种干的剪掉，干的细的，这种呢就不怎么吸水了。有的你拿回来这个肉肉，你能发现其实它是砍过头的，砍过头的从价位上跟这个没有砍过头的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买的时候呢也应该注意一下。这个在过程中掉的有一些叶子可以先留着，留着以后叶敷用。看这里边这个小头，不要碰掉。我们快结束了，看这棵岫岩，这棵岫岩长得还不错，这个岫岩
覆盆之后应该很漂亮，它的叶片很紧凑。摘叶子的时候，尽量不要碰坏这儿这个芽点，因为从这个地方它还会长。好，这些基本上都已经修好根儿了。今天拆箱的这些修根儿、摘干叶子，我一般呢习惯把它这些修好根儿的这些新来的肉呢放个1、2天，让它适应一下我们的温度跟湿度。那最好呢不要在太阳直射的地方，也不要在玻璃挨着玻璃太近，因为冬天的话挨着玻璃温度也会很高的。把它放在通风明亮的地方就可以了。下一步呢，我会告诉大家，这个晾完根儿之后要上盆儿，上盆儿呢怎么浮盆儿，浮盆儿大概需要多长时间，